10年前我离家打拼，却被最好的兄弟背刺，老婆也跟我离婚了，只剩下我和女儿相依为命。走投无路之下，我只能回到家乡，也不知道母亲和弟弟会不会接纳我们。你是谁？你是玉芳吧？我是陈进，陈林的大哥。当初你们结婚，彩礼钱还是我帮着出的。什么大哥？我可没听说过这个人，赶紧滚，别挡在我家门口。听说老大破产了，老婆也跟人家跑了，这时候回来不纯纯是个累赘吗？想进我家门，做梦！玉芳，怎么了？有俩要饭的挡着门不走，还敢挡门？找死吧！大哥，老大，你咋回来了？妈，小林，我遇上点困难，想带着妍妍回来住几天过渡一下，等我找到出路就走。这家就3间屋，你弟弟一家3口住着都挤，哪有地方让你们住？当年小林上学是我供的，他结婚没钱，5万彩礼是我掏的，你生病住院那2万医药费也是我垫的，村里占地修路补偿款我1分没拿。现在我遇到困难，你们就这样对我？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你当哥的帮衬弟弟不是应该的，现在提这些，寒碜不寒碜？哥，过去的事就别翻旧账了，我现在也有自己的家要养。小林，我就住2天，妍妍还小，晚上总不能露宿街头。露宿街头是你自己的事儿，谁知道你是真住2天还是赖着不走？我可把丑话说前头，这家产跟你没半点关系。老大，你弟媳说的有道理，你在外面这么多年都活下来了，遇着这点坎算什么？当初你们遇到难处，说我是老大，帮家里天经地义。现在我落难了，你们却翻脸不认人，算什么一家人？你都10年没回家了，我们凭什么把你当一家人？行，我们走。但山上那块村里分给我的宅基地，总该是我的吧？他说的是半山腰那块破地。对，就是那儿。那地方除了树就是草，连鸟都不拉屎。那就给他吧，反正是村里分给他的，不算咱的家产。行行行，那破地谁稀罕？给他，别的什么都不能管。爸爸、奶奶和叔叔不要我们了吗？有爸爸在。咱是不是对我哥有点过分了？都落魄到那个地上了，要是真让他住进来，那还赶得走？现在他把山上那块地要下来，还不知道怎么着呢。一块荒地能怎么样？你傻啊！他赖在这儿不走，肯定打着什么歪主意。别忘了老宅可是在你妈名下，等你妈一走，老大就有理由回来争家产了。不会吧？他都10年没回来了，要争早就争了。你知道他不会，你知道他外面那些债还不还得上？人逼急了，什么事儿干不出来。我可告诉你，得趁他现在还没站稳脚，把他赶走。怎么赶？干脆半夜放把火，看他还怎么待。你们说的话，我什么都没听见。爸爸，这里太荒了，我害怕。妍妍不怕。你看这棵树像不像一只手？它在拖着咱们呢。咱们先在树上对付一晚，爸爸明天就开始盖房子。嗯。爸爸，你怎么了？我没事儿。快看快看，那个人被蛇咬了。是呀，他好像很疼的样子。怎么回事？我居然能听懂小鸟说话。难道我觉醒了超能力？爸爸，我饿了。这荒山野岭的，上哪儿给他找吃的？你们听说了吗？南坡那棵老松树的树洞里，松鼠藏了好多坚果，堆得像座蚁山。是啊，松鼠自己都忘了，它前些天还在到处找呢。要不天亮了，咱们去搬一点，反正松鼠也不记得了。有办法了。爸爸，你在想什么？我饿了。你在树上等爸爸，爸爸去找点吃的，很快回来。爸爸很快就回来，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别下树。
还真有见过。什么？着火了！爷爷很危险！爷爷，爸爸来了！爸爸救我！爷爷，往下跳！爸爸接着你！爸爸，我不敢。闭上眼睛，不要害怕，跳！快，来不及了！爸爸带你出去。没事了，妍妍，没事了，我们逃出来了。爸爸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要被烧死了。坏了，火往果林那边去了。陈进，我那片林子整整种了8年，8年的心血啊，被你一把火给我烧光了。吴叔，你误会了，昨晚的火不是我放的。放屁！你妈你弟说了，昨晚你住在这儿，大半夜的，这荒山野岭除了你还有谁？就是大半夜的，除了你没别人。这还有什么好狡辩的？这火就是从他那棵树下烧起来的，大伙都看见了。我家全靠那片林子吃饭，现在什么都没了，你得赔钱！不是我放的火，凭什么我赔？那你说是谁放的？反正不是我。不承认也没用，除了你，谁会闲得没事跑来山上放火？要我说，你肯定是心里怨恨我们，不让你进门，故意烧了林子。对啊，他刚回来就被赶出家门，心里肯定有气。昨天我和妍妍是被我妈我弟撵出来，没办法，只能临时住在树上。但我有什么理由烧我和女儿睡觉的地方？你说火不是你放的，谁能给你作证？我作证，我爸爸没有放火，是我被烟味呛醒了，才发现着了火。你闺女当然帮你说话，这算不上证据。吴叔，你不相信我不怪你。我10年没回来，大家不认得我这个人，说什么都没人信。但有一句话我得当着全村人的面说清楚：这场火如果是我放的，让我陈进不得好死。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信你不敢拿命赌咒，但林子烧了是事实，不管是谁点的火，火是从你这片地上烧出去的，你脱不了干系。那你要怎么样？在没弄清楚真相之前，这件事你必须负责。林子我前年估过价，加上这些年的检护，你赔我10万。我没放火，为什么负责？不是我的责任，就算是1分钱，我也不会赔。陈进，你别给脸不要脸！我把话放这儿，你要是不赔钱，我就天天来闹，看你和你女儿怎么在这儿待下去。他们要是天天来闹，我和女儿就没法过安生日子，已经无路可退了，只能先答应，然后找出放火的真凶。还是那句话，不是我做的，我不会认。不过在没找到罪魁祸首之前，我可以先想办法把钱垫上。一旦我找到是谁放的火，不会饶了他。钱呢？我现在没有，但可以立下字据，1年内还清，最多8万，多1分都没有。行，8万就8万，你要是赖账，可别怪我们翻脸。老大，你疯了！你去哪儿弄8万块钱？当初我拿出自己所有钱给你看病，给小林结婚的时候，你们觉得理所当然。现在我凭空背了8万的债，你们良心发现了？好心当成驴肝肺，懒得管你，
带着你的小赔钱货自生自灭去吧！大哥，你就别硬撑了，最后丢人的是自己。跟这种人废什么话？咱们走。鸡鸡，昨天那边山坡上一只大狗熊了捕兽套，叫了一晚上，我也听见了，它肯定很疼。那它后来怎么样了？要是被人发现了，那只笨狗熊就死定了。捕兽夹，狗熊。妍妍，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林子里看看。真有一只受伤的熊。别怕，我不伤害你。你的腿伤得很重，不处理会死的。我帮你把这个捕兽夹撬开，给你包扎一下，好不好？相信我，要是想害你，我直接走就行了。别动，很快就好了。出来了，没事了。这几天别用力走路，伤口会慢慢长好。好了，我走了，以后小心点儿。还有事儿？你问我为什么帮你？很简单，见死不救不是我的习惯。你问我是不是能听懂你的意思？一点点。小事一桩，不用报答我。静儿，大伯，你怎么来了？妍妍叫大爷爷。大爷爷好。我听说你和妍妍被你妈撵到山上住，还不小心烧了吴进财家的林子。我来看看，我家里也不宽裕，这些你先用着。谢谢你。自家人谢什么？是你妈和你弟心里那杆秤歪了。8万块，你打算怎么还？总有办法。大伯，你放心，我陈进不是认命的人。不用怕，他不会伤害咱们。真的？你怎么来了？你要带我去找好东西，去哪里？好，我跟你去。大伯，你帮我照顾一下妍妍，我很快回来。不会有事儿吧？没事儿，放心吧。吃不吃？要不填饱肚子再去。哈哈哈哈哈哈！他到底要带我去哪儿？这里难道藏着什么好东西？这是松茸，这品相，这个头，简直是松茸里的极品，市面上根本见不到。居然这么多！妍妍，我们有救了，爸爸能让你过上好日子了。爸爸，离镇子还有多远啊？我走不动了。
爸爸抱你。靖哥，真是你！小雪，靖哥，一晃咱们都几年没见了。前几天我还念叨你呢，你这是回来了？回来了，叫叔叔。叔叔好。嘿，真乖。靖哥，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去镇上。上车，我送你们过去。不耽误你的事儿吧？不耽误，我在镇里上班，正好顺路。谢谢。血浓于水，都说血浓于水，可家里人对我还不如个外人。65，收好了。老板，收山货吗？啥东西？松茸，品相居然这么好，品相上乘，新鲜度也好，个头均匀，没有破损。你从哪儿采到的？我之前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货。山里头碰上的，您给个价。松茸现在行情高，我给你600一斤，行不行行。 ？6斤4两，一共3840，我给你凑个整，3900。苏老板，你收他松茸600一斤，上回我送来的那批野生香菇，你才给我35一斤，这差价也太多了。你那香菇是地里种的，满山遍野都是，人家这是野生的松茸，顶级货，你拿什么比？你数数对不对？谢谢老板。我姓苏，苏婉婷，这上面有我电话，以后要是有好货我直接收，价格好商量。好，对了，我叫陈记，谢谢你。这么好的货，他从哪儿挖的？我得去问问他。哎呀，兄弟，好巧，又碰上了。你跟我一路了，有事直说。也没啥大事儿，就是想问问你那些松茸在哪儿采的，我也想去碰碰运气。山里。兄弟，咱就别绕弯子了，能不能告诉我在哪儿弄的松茸？我也不白听你的，我给你800块好处费，行不行？800块就想买赚钱的秘密？兄弟，咱们都是靠山吃饭的，钱你一个人也赚不完，带带我怎么了？你要是觉得800少，你说个数。我运气好，这片山才给我一顿饱饭吃。我要是把地方告诉了你，运气就跑了。这事儿换你，你干不干？得意什么？不就走了狗屎运吗？等着，非把你那窝给翻出来不可！我家妍妍这几天都没吃好，今天爸爸带你吃点好的。好你个陈老大，欠我家8万不还，跑到饭店大吃大喝来了！你这个老赖，有钱吃饭，没钱还账，你真不是个东西！吴叔吴婶，你们听我解释，我不会赖账。昨天刚从山里采了点松茸，卖了点钱。少废话！我问你卖了多少钱？拿出来！吴叔吴婶，我答应的是1年内还清。有钱了就得还，不然得等到猴年马月去。这么多，怕是得有3、4千。这是我和妍妍的生活费，不能给你们。
给也得给！欠我家那么多钱，还跑到饭馆吃香的喝辣的，你就是个老赖！我说1年内还清就1年内还清，在这之前你们没权利要，我也1分钱不会给。欠钱还这么嚣张，你要是不给，我们就报警！报就报，火本来就不是我放的，报警正好让警察把这事儿弄清楚。什么人啊？欠我家钱还有理了？我本来就没做错什么，你要非这么逼我，那就等警察查清真相再说。要是万一警察查出不是他干的，又找不到是谁放的火，咱们的钱就彻底没着落了。那就眼瞅着他把钱揣自己兜里。他不是用这钱当生活费吗？到时候他买什么咱们就拉走什么，让他知道不还钱是什么后果。行，等着，不还钱你别想好过。爸爸，他们好凶。恶人看起来都很凶，不过你要是比他们更厉害，他们就会换一副嘴脸。你说什么？老大从山上采着松茸卖了3000多，真的假的？老吴家2口子说的，肯定不会错。这一天赚的比咱们1个月都多，说不定老大还真能翻身。现在说这些有啥用？咱们没帮他忙，还偷偷放了把火，要是让他知道了，不定怎么记恨咱们呢。怕什么？他又没证据。妈，要不是咱们，老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他赚了那么多钱，总得分咱们一半吧？走，去找他说说。他一个人带个小丫头，钱又没处花完，分咱们一半，天经地义。还是妈好。我家妍妍真漂亮。哥，我们来看你了。妍妍拿着，这是婶子给你买的零食，都是你爱吃的。你们怎么来了？我是你兄弟，当然要过来看看大哥你。这住的地方也太简陋了，缺什么大哥你吱声，我帮你置办。可不嘛，你们是亲兄弟，有啥需要你弟弟弟媳帮忙的，只管说。我之前连去你们家暂住2天都不答应，如今又是给孩子买零食，又是嘘寒问暖，到底想干什么？哥，之前那事儿是兄弟我小心眼儿，其实我也是怕家里太急，委屈了你和妍妍，你别往心里去。是啊，老大，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就是，大哥，听说你挖山货赚了不少钱，肯定是因为我们把那块宅基地让给你，你才转了运。果然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前脚把我赶出门，后脚闻到肉味就扑上来，真把我当3岁孩子哄。你别绕弯子了，你们想要什么？直说。老大，你就小林一个亲弟弟，他现在日子过得不宽裕，你赚了那么多钱，是不是该分给你弟弟点儿？想分多少？不用太多，1半就行。好啊，既然咱们是一家人，没问题。大哥，我就知道你疼我。废话，你就这么一个大哥，还能亏待了你？都是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以后有你大哥在，咱家的日子差不了。既然是一家人，我欠吴进福家那8万，咱们先一起想办法还了吧。等还清了债，我再带你们一起赚钱。你自己欠的债，凭什么让我们帮你还？做梦的吧你！就是，大哥，你这要求有点过分了。别说我们没钱，就是有钱，也是各家过各家的日子，哪有跟自己弟弟伸手要钱的？老大，这种话亏你也好意思说得出来？你想过这样会连累你弟弟吗？
我赚了点钱，你们一口一句自家人，让我把钱分给你们。我一提欠了债，你们立刻翻脸，跟我划清界限。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的自家人。能说出这种不知好歹的话，还什么一家人？我告诉你，别想从我们家占1分钱的便宜！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早知道这样就不该生你。既然这么绝情，又何必再口口声声说是一家人？不是就不是。从今往后，咱们断绝母子关系。有种就把这个签了，以后咱们谁跟谁都没关系。签就签。见利就上，遇到麻烦就躲，这种家人不要也罢。零食我还没吃呢，他们就给抢走了。没关系，爸爸给你买。不知道今天能带我找到什么好东西。还真有。居然是黑松露，这东西比松茸贵好几倍。大雄，你又立大功了。黑松露都是顶级货头，靖哥，你可太神了！这种东西山里1年也出不了几斤，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您给个价。？2800一斤，行不行？这个价，你要觉得低了，我再加200，3000一斤。我知道黑松露产量少，你的货又品相一流，不过我这真是良心价了。行，称重吧。5斤8两，一共17400，这么多钱你可得放好了。刚才那一袋子泥巴疙瘩卖了你17000，那是黑松露最顶级的食材，要是卖给县里的大饭店，价格还要高。这他妈比黄金还值钱呢！不把他采山货的地方弄清楚，老子死都不甘心！你们干什么？太过分了！我们过分？陈进欠钱不还，难道不过分？少跟他们废话，全搬走！愣着干什么？搬啊！爸妈，你们这么做是有点欺负人了。闭嘴！你还好意思说？还没嫁人呢，就开始胳膊肘往外拐。我们怎么生了你这个缺心眼的东西？爸爸，他们要把家里的东西都抢走。你们干什么？又去镇上卖山货了？卖了多少钱？与你们无关，把东西放下。你不还钱，我就搬你东西抵账，看你日子怎么过。你搬下试试。陈进哥，我爸妈就这脾气，你别往心里去，钱的事不急。谁让你向着别人说话了？你们为啥打人？她是我女儿，我想打就打。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父母？少在那说风凉话。你不也是让你妈你弟给撵出来了？听说还断绝了母子关系。他们会后悔的。你住荒郊野外，带个拖油瓶还欠着账，人家为啥要后悔？你就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那就等着瞧。现在，请你们立刻离开。我就不走，你能怎么样？给你们1分钟时间，不然我现在就报警，告你非法闯入。行，算你狠，咱们走。这是姐姐做的布娃，送给你。谢谢姐姐。你个死丫头片子，谁让你装好人了？还不给我滚过来！大伯，吴进财2口子为啥对他们闺女那么苛刻？那2口子掉钱眼里了，总想着用兰兰换一笔彩礼。兰兰那丫头不愿意，他们就对那姑娘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兰兰命苦啊，摊上这样的爹妈。她跟我一样，都被亲人嫌弃，
心里头那滋味我懂。欺负自己家人算什么能耐？他们这样，早晚遭报应。想不让人欺负，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强大起来。大伯，我进山挖点山货，天黑前回来，妍妍就麻烦您照顾了。你放心去，有我看着，妍妍没事儿。爸爸，你早点回来。好。不是想吃独食吗？等我找到你采山货的位置，非弄死你不可。到时候钱都是我的。松鼠说我后面怎么有个人，还说他想弄死我，难道又是他？想甩掉我？做梦！今天非跟上你不可！左边那只兔子说，右边不远的地方有个猎人挖的陷阱，前几天差点掉进去，要不是他跳得高，小命就没了。不是非要跟着吗？那就别怪我了。快把我救出去！我的腿断了，哎呦，疼死我了！你不是想找到采山货的地方就弄死我吗？这都是报应。我没有，你胡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都是你自找的，怪不着我。是死是活，看你自己造化。听说了没？老大的山货又卖了1万多，照这么下去，欠老吴家的钱用不了多久就还清了。不会吧？他这钱来的也太容易了。可不是嘛，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眼红有啥用？上回你们也有点太狠了，张嘴就要分一半，换我也不愿意。他以前能给，现在就不能给？长心眼了呗，人家又不是傻子。抠死他！挣那么多钱还一毛不拔，早晚遭报应。现在把人得罪死了，后悔也晚了。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不分咱钱，帮着指条赚钱的路总行吧？大哥能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再怎么说他也是你哥，当哥的帮兄弟天经地义。你过去找找他，装装可怜，就说之前给他甩脸子都是玉芳的主意。你心里其实想帮他，就是做不了主。这能行吗？不就是去服个软吗？有啥不行的？你就说是我不让你帮他。这年头有钱的就是大爷，低声下气赔个不是，又不掉块肉。你真这么想？真这么想。你哥要是能带上咱们一起干，可比窝在家里种着几亩破地强多了。行，那我去试试。哥，忙着呢。你来干什么？我帮你把这些山货送到镇上去。你替你哥送，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大伯，瞧你说的，我和大哥是亲兄弟，帮自己家人不是应该的吗？之前是我不对，玉芳那人小心眼儿，我这人怕老婆，让大哥受委屈了。现在玉芳想通了，咱妈也特意叮嘱我多帮我哥一点。哥，你和妍妍过日子不容易，我当弟弟的总不能看着不管。恐怕是看在钱的面子上。哥，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吧？我一片好心来帮你，你倒好，把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好心？就因为我以前太好心了，才落到现在这个下场。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从今往后，我赚的钱跟你们没有半毛钱关系。老大，别以为你赚了几天钱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把人都得罪死了，看谁还帮你？帮我？你们作为我的家人，除了不停跟我要钱、占我便宜，帮过我什么？我带着妍妍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谁伸过一根手指头？靖哥，货装好了没？我去镇上，顺路带你一程。大伯，妍妍交给你，别让乱七八糟的人上门。听见没？别站着碍眼了。行，既然你做的这么绝，
那也别怪我不念兄弟情义。这么快就回来了，老大怎么说？人家说了，从今往后跟咱们没关系，也别想从他那儿分到1分钱。不会吧？老大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绝情了？以前他不这样啊！他本来就不是个东西，不然能说出让咱们帮着还债那种混账话。你也是窝囊废，人家当着面这么羞辱你，你就这么忍了？忍？他这么对我，我也不会让他好过。那你怎么打算？他不仁，别怪我不义。咱们去村里告他。告他什么？告他自私自利，不懂感恩，没有人性。咱妈把他拉扯大，他不仅不肯赡养父母，还变着法的骗钱，让他补偿20万的赡养费。我看行，这本来就是他该给的。他当老大的，养自己妈是天经地义。这才像个男人。走，咱们这就去找村长告他。彪哥，苏婉婷那个店才开张几天，就靠从陈进那儿收的货，把咱们生意挤得不成样子。再这么下去，根本没法干了。可不是嘛，从他那儿拿货的人排长队，咱们这边连个问价的人都没有。唉，我去问过陈进，那小子根本不搭理我。苏婉婷又捏着渠道不放，这么吃独食，有点不讲规矩了吧？他要是不让利，那就让他的店开不成。你有办法？你们别忘了，我表弟王建强，还得是彪哥。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哼，先礼后兵，咱们先上门找一下苏婉婷。他要是不识时务，就别想干这行了。你们干什么？苏老板，你一个人把陈进的货全吃了，连个渣都不留，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彪哥说的对。那你想怎么样？行有行规，饭不能一个人吃独食。识相的话，匀出70%货给我们几家，大家都有生意做，你也不亏。买卖自愿，陈进愿意把货给我，那是他的选择。你们要是眼红，自己去跟陈进谈，跑到我店门口来闹，算什么本事？要是姓陈的愿意给我们，还用跟你废话？既然人家不愿意卖给你们，我也没办法。别不识抬举，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你们想怎么样？你马上就知道了。苏婉婷，你的店涉嫌恶意哄抬收购价，扰乱市场秩序，按照管理规定，责令你即日起停业整顿，接受进一步审查。你凭什么说我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证据呢？你们连查都没查就下结论？我说你的店有问题，就是有问题，动手！你们这是联手欺负人，我要去告你们！去哪儿告都没用，这片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停业整顿期间，你如果敢继续经营，后果自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就是吃毒妇的下场。咱们走。怎么回事？刘彪他们眼红你把货卖给我，找他表弟王建强把我的店给封了。他们凭什么？你说凭什么？苏婉婷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理应关停整顿。你这些货不能再卖给他了。买卖自愿，我愿意把货给苏老板，苏老板也愿意出高价收我的货，怎么就扰乱市场秩序、哄抬店价了？
你们这就是眼红人家赚钱，故意找茬。就算是眼红，那又怎么样？明告诉你，现在你的货只能卖给我们，不然等时间长了，你这一筐黑松露被太阳晒蔫了，还能值几个钱？你们打算多少钱收？1500一斤，只有苏老板给的一半价格，能卖出去就不错了。再耽误一会儿，你这些货就只能眼睁睁看着烂掉。用不了半天，你这些黑松露就蔫了，到时候看你还嘴硬到什么时候！就算烂掉，我也不卖给你这种趁火打劫的人。陈进，刘彪说的没错，太阳这么大，用不了多久，这些黑松露的品质就保不住了。要不就卖了吧，不然你的损失太大了。让步一次，他们会逼着我再让第二次。这些货就算烂掉，我也不卖给他们。可是，总不能一直这样僵着吧？那样的话，你怎么赚钱还债？我打算绕开这几个黑心店主，直接把货卖给县里的大酒店，看他们还怎么压我的价。这是个好办法。县里的大酒店对品洁要求高，你的货正好符合他们的标准。我进山采摘山货没有问题，但对怎么才能把货推销到县里酒店这块不是很了解。要不帮帮我？没问题。不能让你白忙，赚了钱咱们5-5分。那不行，我帮你是因为你的货好，人品也不错，不是图你的分成。一开始你帮了我那么多，还受我连累被封了店，分成的事儿你就别推迟了。那我也不能拿那么多，最多28，我2你8。37，就这么定了。都过去小半天了，陈进怎么还没过来求咱们收他的货？不会出什么岔子吧？他那些黑松露不卖给我们，还能卖给谁？全镇就这几家收货的，他没有别的选择。再过1-2个小时，太阳最烈的时候，他那些黑松露表面就该蔫了，到时候他比咱们急。我总感觉不对劲儿，要不我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快去快回！晋哥、苏老板，上车吧。等咱们打通县里的小路，就不用再看镇上这些店主的脸色了。陈进要去县里卖，那我们不是连口汤都喝不着了？彪哥，不好了！陈进和苏婉婷上车去县里了，说是要去县里找销路。他要是直接跟县里的大酒店搭上线，咱们这几家店还开个屁！建强，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拦住他。放心吧，姓陈的逃不出我如来佛的手掌心。这车来者不善。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去哪儿是我们的自由，跟你们没关系。当然有关系。你的这批货还没经过市场检验，万一流入市场出了问题，后果由谁承担？按照规矩，货先扣下，等检验合格才能放行。这是谁的规矩？我的。你不服？故意找事儿是吧？你除了配合，别无选择，否则的话，我们就采用强制手段了。如果我把这批货给了刘彪，是不是就可以免于检验？没错。
看来你还挺上道。可他给的价钱太低了，钱要大家赚，你吃肉也得给别人留口汤，不然你这些货就只能眼看着烂在这里了。都录下来了吗？录下来了，他以权谋私的话一句没落下。你阴我，居然敢他妈的阴我！走，咱们去向主管部门举报。坏了，万一他们举报，老子就完了！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追啊！你的这批货还没经过市场检验，那你只能眼看着烂在这里。感谢你们的监督，我可以确定，录音内容涉及市场管理人员的违规操作，包括滥用职权、恶意拦截，试图通过扣押货物胁迫经营者让渡利益。这些内容我们会作为正式证据存档。科长，你听我解释。不用说了，王建强，你因利用职权欺行霸市，扰乱市场秩序，经核实决定解除你的副经理职务，即日生效。同时，办公室将依法报警，对你任职期间的其他违规行为一并彻查。科长，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欺负他们这些合法经营者的时候，想过给他们机会吗？陈静，苏老板，帮帮我！你今天的下场都是咎由自取。怎么样，办成了没有？办成个屁！为了你这点屁事儿，老子的工作丢了，老子被你坑死了！我就不信了，还治不了一个挖山货的。醉香楼是县城口碑最好的酒店，对食材品级要求很高，只要能跟他们搭上线，你的货以后就不用愁销路了。谢谢你帮我引这条线。咱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有什么好谢的？咱们都是值得信赖和托付的战友。不过我听说醉香楼的采购经理出了名的难说话，你待会儿说话注意些。只要我的货好，底气就足，不愁卖。货带来了，带来了，您看看这品相。品相很一般，有几颗表面还有磨损，个头也不够均匀。这样的货色，我只能出到1400一斤。这么好的品质才出1400，之前你们不是3500收的吗？怎么降了一半还多？此一时彼一时，行情降了，进货标准自然也变。就这个价，你们愿意卖就卖，不愿意卖就走。品相好不好，您心里比我清楚。这个价我卖不了，告辞。脾气还挺大，我不收，看你卖给谁。对不起，我以为能帮你打开这条路。没事儿，这么好的山货他居然不要，肯定事出有因。要我猜，说不定跟刘彪他们有关系。那怎么办？难道真的要向刘彪他们低头？醉香楼的厨房在哪儿？在后面。你是想……好东西就是好东西，我不信他们能拦得住。静哥，苏姐，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人已经走了，按你说的，我把价格压到1400，
他们没卖。辛苦秦经理了，等他们在外面碰够了壁，只能灰溜溜的把货卖给我了。别忘了咱们之前说好的。放心，只要你能把陈进那边的路堵死，我每斤给你600好处费，1分都不会少你的。谁让你们进来的？后厨种地不能随便进来，赶紧出去！您是厨师长吧？我是采山货的，今天带了一批黑松露过来，想让您帮忙看看品质怎么样。这种品相的黑松露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你这是从哪儿收的？山里自家采的。这些黑松露我全要了。你马上去找采购经理，就说是我说的，按最高市场价收。我们去找过采购经理了，他说我的货品质很差，只肯出1400一斤。秦松这个人太过分了，为了拿回扣，连基本品控都不顾了。你们拿上货，我带你们去见总经理。你们可以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吗？可以。去把秦松叫来。你们来干什么？是我让他们来的。这批黑松露是你今天拒收的货，这样的品相，你认为是品质差？那你告诉我，在你眼里什么样的货才算好？我可能是看走眼了。把采购部的账目拿进来。那你解释一下这些账目。林总，你利用采购经理的职位收取供应商回扣，压低优质货品的价格，高价采购劣质食材，从中牟利。看看这些记录，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林总，我错了。叫保安把秦松控制起来，然后立即报警。是。这批货我收了，如果后续供货能保证品控，我们可以签一个长期合作协议。没问题，无论品质还是供货，我都能保证。那祝我们合作愉快。这一杯敬咱们自己。从镇上到县城，这条路走通了，以后咱们的货再也不用看刘彪那帮人的脸色了。靖哥，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能跟县城的大酒店签合同，以前都觉得咱们那些山货能卖到镇上就不错了。就像陈静说的，咱们的货好，谁也拦不住。拿着，这是你们的分成。你的账还没还清，这钱你先留着周转，我不急。是啊，靖哥，我帮你跑这几趟又不是为了分成，你先把自己那边的窟窿补上，等以后真赚了大钱再说。一码归一码，你们对我陈进真心真意，我对你们也是真心真意。钱的事儿，该分多少就分多少，不能因为我有困难就让你们白忙。咱们才刚开始，接下来会变得越来越好。怎么回事？你妈告你不尽赡养义务，要求你支付20万赡养费。亏你说得出口！静儿还没成年就扛起养家的担子，不光供陈林念书，还掏彩礼钱帮他娶媳妇儿。你当初病得要死要活的时候，是静儿垫了所有医药费，守在你床边伺候你。现在他落了难回来，你不帮他不说，还张嘴就要20万，你还有没有良心？我是他妈，他就该养我一辈子。就是，老大离家这10年都是我们在照顾妈，
他难道不该出钱？都说为富不仁，他现在赚那么多钱，一分不给家里不说，还说赚的钱跟我们没半毛钱关系。哼，这种人良心都被狗吃了。陈进啊，赡养父母是做子女的本分。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可毕竟是你妈，都是一家人，还是别把关系闹得太僵。我现在还欠吴进福家好几万要还，没钱给。你欠别人家钱是你自己的事儿，上养老太太的钱一分也不能少，这是两码事儿。之前我想回来，你们把我撵出门，现在我能赚钱了，你们又想来分，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村长，你看看这个。之前你们逼着我签了断绝亲属关系的协议，这上边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咱们现在跟陌生人没什么区别。那不是真的！嫂子，冷静点。协议上白纸黑字，你的手印还按在上头。既然当时已经签了断绝关系，现在还来要赡养费，没道理了。老天爷，你睁眼看看吧！这种没良心的儿子，连亲娘都不愿意养了。够了！既然已经断绝了母子关系，我们就是陌生人了。如果你们还要闹下去，我就报警了。你报啊！让警察把自己亲妈抓起来，看大伙怎么戳你脊梁骨。你们之前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不嫌难看，现在我们没关系了，别想用这一套威胁我。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有人在我家寻衅滋事。好你个陈进，你还真报警啊！你们来闹事，我为什么不能报警？行，陈进你够狠。既然你不认我这个妈，那就别怪我们不讲情义。你们什么时候讲过情义？咱们走，有你后悔的时候。我等着。彪哥，你说你能让陈进乖乖把货低价给咱们，现在倒好，人家和醉香楼签了合作协议，彻底把咱们甩了，咱忙活半天，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这叫什么事儿啊？你们急什么？他签了合同不代表路就稳了，货源在他手里不假，但销路在别人手里攥着。只要让醉香楼那边觉得他的货出了问题，他这合同还能撑多久？彪哥有办法给姓陈的下绊子？不只是下绊子，我要彻底断了他的后路。要是有人吃他的菌子吃出问题，他不光赚不到钱，还得赔偿人家一大笔损失。哼，到时候我看他还怎么得意。你在这儿等我呢。今天准备带我去哪儿？你是嫌我走得太慢，让我骑他走？慢点儿，慢点儿！这地方真美。你是说地下面有好东西？这是白松露。
居然真的是比黄金还贵的白松露，发了，这回真的发了。刘老板，你的钱我可不敢收。怕什么？你先拿着，听我说完。我记得你们醉香楼有一道用黑松露做的招牌菜。你是说黑松露松花菜酿鸡胸？对对对，就是这个。这道菜现在用的是陈进供货的黑松露吧？嗯。下次做那道菜的时候，把这个加进去。那不行，刘老板，不是我胆子小，你之前让秦松压陈进的价，秦松丢了饭碗，你现在让我在菜里做手脚，万一出了事儿，就不只是丢饭碗的事了，是要进去的。富贵险中求，你一个月在醉香楼后厨才能拿多少钱？只要你做完一单，我再额外给你5万块。就一次，成不成都下不为例。行，一次就一次。而且你放心，你要是被开除了，我再给你介绍份更好的工作。白松露，这是白松露。没错，这可是按克论价的稀缺食材，比黄金还要贵。陈进，你太厉害了。运气好而已。这么稀缺的东西，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你报一个数，我照单全收。林总，出事了 ！VIP 包厢那桌客人吃了陈进送来的山货，好几个都开始呕吐了。有人说肚子绞痛，已经叫了救护车。不可能！先去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客人吃了陈进送来的菌子，很快就出现了中毒症状。我怀疑这批食材有问题，绝对不可能。我可以保证，我挖的菌子都是新鲜的，就是看起来太新鲜了，放了几天都没有丝毫腐败的迹象。我怀疑，可能用甲醛泡过。你胡说！我们采的都是纯天然的食材，没经过任何加工。明明就是你的货有问题，这不都摆在眼前了吗？你还在狡辩什么？陈先生，我需要一个解释。林总，我建议把这些菜全部封存，送食品监督检验部门做加急检验，是哪里出的问题，一查就知道。好，就这么办。如果检验出来确实是我的问题，除了退还全部货款之外，我愿意2倍赔偿，并承担一切后果。好，你马上带人采样，加急送检，我要在最短时间内看到结果。是。完了完了，要真送检，我肯定露馅了。看来心里有鬼的另有其人啊！你们就放心吧，陈进那批山货很快就会被醉香楼退回来，不光退货，他还得赔一大笔钱。到时候他走投无路，除了老老实实回来求求咱们收他的货，根本没有第2条路可走。那到时候咱们的收购价，到时候咱们说多少就是多少。林总，检验结果出来了。食材完全没问题，黑松露、松茸全部检验合格，没有任何防腐剂或添加剂成分。客人食物中毒的原因是有人在菜里加了泻药成分。魏军，我给你一次机会，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如果让我自己去查，你不仅要承担一切责任，同时醉香楼会直接报警处理，后果你应该清楚。林总，我错了，是我一时糊涂，是山货店老板刘彪非让我在陈进的货里动手脚。他说等把陈进挤走了，他就能顶替成为醉香楼的供货商，到时候给我5万块好处费。林总，我真的知道错了。果然是刘彪，马上报警！刘彪与魏军勾结下毒，严重损害醉香楼的声誉和顾客安全，这件事必须追究到底。
陈先生，是我管理不力，让你受委屈了。这件事是我们醉香楼内部出了纰漏，差点冤枉了你。林总，理不辩不明，出了这次意外，反而会让咱们之间的合作更牢固，一定会的。等着吧，最多明天，陈进就得夹着尾巴求咱们。到时候他那些山货，我说多少钱收就是多少钱收。刘彪，你涉嫌与他人勾结，在醉香楼酒店食材中投放有害物质，严重危害顾客安全，并恶意损害醉香楼商业声誉。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跟我们走一趟。你们凭什么抓我？我什么都没干，你们有证据吗？证据确凿，醉香楼的魏军已经全部交代了，包括你给他的钱和你指使他做的事儿。不关我们的事儿，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是啊，你看我们干什么？我们可跟你没关系。刘老板，没想到你竟然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你们混蛋！少废话，赶紧走！他不是说全搞定了吗？怎么把自己给弄进去了？我看老大早就揣着跟咱们划清界限的心思了。知道这样，当初咱们就不该跟他签什么断绝关系协议书。签的协议可是你们出的主意，现在又怪起我来了。好了，都别吵了，都到这时候了，后悔有什么用？人家赚多少都跟咱没关系。那不行，他不让咱们分他的钱，也不带咱们赚钱，那他也别想赚得那么舒服。你还能怎么办？现在连妈过去都不好使了。他说断绝就断绝，血缘关系在这儿放着呢。他不是跟醉香楼签了供货合同吗？那咱们就带着妈去醉香楼闹他个天翻地覆，让所有人都知道陈进是个不孝子，连亲妈都不管不顾。我看醉香楼还敢不敢要他的货？妈，你觉着呢？就这么办。我养了他这么多年，他现在翻脸不认人，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陈老大是个什么东西。行，他不让咱们好过，咱们也让他不好过。我命苦啊！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如今赚了大钱，把我这个老娘一脚踢开，我不想活了。阿姨，有什么事儿咱们去办公室说，别影响客人用餐。我不去，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陈进是个什么狼心狗肺的东西。大家都来看看，醉香楼的供货商陈进连自己的亲妈都不管不顾，这种人的人品，你们还敢吃他的菜吗？怎么了？慌成这样？林总，出事了！陈进的母亲和弟弟弟媳来了醉香楼，正在大堂闹，说陈进是个不孝子，赚了钱不养自己母亲，人品极差，还举着牌子在客人面前控诉。走，去看看，别让他们在大堂闹。有什么事儿去会议室谈。我是醉香楼的总经理林红，你们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跟我说。我儿子陈进赚了那么多钱，一分赡养费都不给我。你们醉香楼跟这种人合作，也不怕砸了招牌？就是陈进那种忘恩负义的东西，你们还敢用他的货传出去？你们醉香楼的名声还要不要了？这是你们的家事，醉香楼不参与。但你们今天的行为已经干扰了醉香楼的正常经营，如果继续这样，我会直接报警。报警！报啊！你报啊！让警察也来看看儿子是怎么对自己亲妈的！我不怕！你们醉香楼跟陈进穿一条裤子，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今天不给个说法，我们就天天来。请
请他们出去，再来的话，直接报警。你这个孽种，你还敢来！你闹够了没有？别忘了，咱们已经签了断绝母子关系协议书，已经没有关系了。你再闹下去，一旦醉香楼追究，后果你自己清楚。你说断就断！我10月怀胎生了你，把你养这么大，最后你连自己妈都不认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今天不把抚养费给我，别想再给醉香楼供货。林总，今天的事儿对不起，因为我的家事影响了醉香楼的声誉，我愿意主动解除合同，给醉香楼造成的损失，我会全部承担。你真这么想的？是。好，就按陈进说的，之前醉香楼和陈进签的合同作废。你们这回满意了？你疯了！为了不给我钱，你连饭碗都不要了！我是为了让你们明白一件事儿，从今往后，没有人能用任何东西拿捏我。你够狠，咱们走。林总，因为我的原因给醉香楼带来的损失，我会全部承担。给您添麻烦了，对不起。我之所以要把之前的合同作废，是因为之前的收购价格和品类都不符合现在的合作现状了。我在新合同里增加了收购品类，黑松露、松茸、白松露全部纳入长期采购范围，收购价整体提高20%。林总，你现在是醉香楼的宝贝，我总得想办法留住你。别犹豫了，快签吧。林总，请你放心，醉香楼信任我，我也会最大限度的回报醉香楼。没想到老大这么绝情，这是1分钱都不想给咱们啊！咱就真没办法治他了？人家宁愿跟醉香楼解约，都不服软，咱们还有什么办法？老大要是跟醉香楼结了约，就没有进账了。别忘了，他还欠着吴进财家的账呢。咱们让吴进财2口子跟他要账。就算他有钱还债，那钱不也是进了吴进财2口子的口袋，跟咱们有什么关系？他不让咱们得着好，咱们不让他好，别怪咱们落井下石，这都是他自找的。哟，你们娘俩怎么来了？吴婶儿，我们这不是替你们着急吗？陈进跟县里醉香楼解约了，镇上的山货店也都让他得罪光了，到时候赚不到钱，欠你们的钱可就回不来了。真的？那还有假？当着我们面解的约，还愣着干什么？快去要钱啊！我说陈家嫂子，陈进不是你们家老大吗？你怎么还帮着外人催债？我没这个儿子，生他养他这么多年，我受了不知道多少罪，结果呢，他翻脸不认亲娘了，还跟我签了断绝关系协议，我怎么养了这么个天杀的孽种？他这事儿做的是有点绝，不过说句公道话，你们之前对人家也是够过分的，把人撵上山，连个落脚的地方都不给。他是我儿子，我是他妈，我想怎么对他就怎么对他，天经地义。现在人家不认你这个妈了，你在这儿骂破天，人家也不搭理你。没那么便宜，欠我的早晚都得还回来。陈进，你欠我家的钱到底什么时候还？到时间了自然会给。哼，你少来这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已经跟醉香楼解除合作了，哪还有钱还账？你看看这个，你和醉香楼没解约？原来的合同是解除了，但是我又签了一份新的。以后醉香楼收我的山货，
价格比以前提高20%。你不会是糊弄我吧？白纸黑字，红章手印都在上面，你说是不是糊弄你？你妈和你弟弟那一家真不是东西，好来跟我说你解约了没钱了，让我来逼你还债。我早就跟他们没关系。你回去告诉他们，要是再敢胡乱造谣，别怪我告他们损害我的名誉。吴婶儿，兰兰今年也不小了吧，还在家窝着呢。别提这个死丫头，这么大了也不知道嫁个人，给爹妈挣点彩礼回来，就是个赔钱货。吴婶儿，我有个远房舅舅，岁数是大了一点，可人家有钱啊，住的3层小洋楼，在镇上还有2间门面房。你要是愿意，我给牵个线。我不嫁，我是人，不是东西。就算你们生了我，养了我，也决定不了我要嫁给谁。我不喜欢的人，给再多钱我也不嫁。反了你了！没有我们养着你，你早就饿死了。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就是饿死，也不想再被人当成货物挑来选去。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爹妈养你这么大，你不该给家里做点贡献？我告诉你，这个家不会再养你了。你要是不嫁，现在就给我滚出去！滚就滚！既然你们不把我当女儿，那这个家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你这个白眼狼，走了就别回来！兰兰，你去哪儿？怎么样？没骗你吧？你得赶紧跟陈进要钱，不然毛都对不着。你可别胡扯了，人家陈进又跟醉香楼签了一份新合同，价格比原来高了20%。大伯，饭做好了，你来的正好。出事了，我不是来吃饭的，出事了。怎么了？孙玉芳没安好心，要把兰兰嫁给他远房舅舅，兰兰不愿意，被吴进财老婆又打又骂，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吴兰兰再怎么说也是他们的女儿，他们2口子真不配为人父母。爸爸，你去哪儿？去找你兰兰姐。这么大一片山，这么找要找到什么时候？不如让小鸟帮忙。麻烦你们了，要是找到了，我给你们弄好吃的。坏了，他说有个姑娘滚下了山坡，惊动了一条毒蛇。别怕，没事的。不管怎样，我都不回那个家了。别过来！别过来！兰兰，兰兰，你没事吧？靖哥，是你吗？我还以为自己要死了。没事了，没事了。怎么了？我的脚崴了，好疼。
背你下山。靖哥，我是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又笨又倒霉。怎么会？你心地善良，肯替别人着想，这已经比很多人都强了。陈进，你这个大半夜的跟我闺女搂搂抱抱，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把我闺女怎么了？你们逼得她半夜离家出走，一个人跑进深山。要不是我找得快，她已经被毒蛇咬了。你们不问她伤得怎么样，倒是先骂我心怀不轨。你们这样的人也配当父母？你少在这挑拨离间！我告诉你，我家兰兰已经有主了，你别想占她的便宜。把她嫁给个老头子，你管不着。再怎么样，人家有钱，总比嫁个穷光蛋强。别说了，我就算死也不会嫁给你们介绍的老头子。靖哥，你愿意娶我吗？你个不要脸的死丫头，人家什么都没给你，你还倒贴上去，不要脸！嫁给谁是我的自由。靖哥，只要你不嫌弃我，我跟定你了。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照顾妍妍，我什么都会干。好，从今往后，谁也别想欺负你。想得美！我就这一个闺女，你不花钱就想骗走？我告诉你，要娶兰兰，18.8万的彩礼，1分都不能少！我不同意！我是人，不是用来卖钱的货物。这儿没你说话的权利。老子养你这么大，凭啥白送？我把话说清楚，3个月之内，你要是拿不出18.8万的彩礼，兰兰就嫁给别人。到时候你别怪我不通人情。3个月就3个月，为了让兰兰彻底离开你们这样的父母，这18.8万的彩礼我掏了。乌鸦是让我看一下嘴里叼着的纸。他们居然想伪造未签断绝协议的证词。爸爸，怎么了？没事儿，爸爸有点事儿要处理，你在家乖乖写作业。嗯。关于原告陈张氏诉被告陈进赡养费纠纷一案，现在继续开庭。原告方，请陈述你的诉讼请求。我的当事人是被告陈进的亲生母亲。被告陈进多年来对母亲不闻不问，拒不给付赡养费，严重违反了民法典关于赡养义务的规定。我方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每月支付赡养费3000元，并补缴过去5年的赡养费用，共计18万元。老太太这是把自己作进去了，活该！当初把亲儿子赶上山的时候可没手软。法官，他连亲妈都不认，还逼着我签什么断绝关系协议，那是他逼我签的，我根本不识字，他骗我按的手印儿。原告请保持肃静，由你的代理人陈述。我的当事人强调，所谓的断绝母子亲属关系协议书是在被告胁迫下签署的。当事人文化程度低，对文件内容并不知情，因此该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方，你对原告方的陈述有何意见？法官，关于那份断绝关系协议书，我有几点要说明。第一，签署的协议是原告次子陈林、儿媳孙玉芳共同拟定的，他们提前签字按好了手印，当时还有村长王长河见证，我只是被动的签署方。你胡说，明明是你逼着我们。第二，关于原告所说的胁迫，这里有一份录音文字整理，是协议签订当天我弟媳孙玉芳亲口说的话。你要是不签，以后就别想进这个家门。胁迫的从来不是我。本庭认为，
原告方涉嫌伪造证据、虚假陈述，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同时，被告提交的断绝关系协议书经村委会见证合法有效，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驳回程序由原告承担。另，原告方伪造证词的行为、审到证词的行为，本庭将另行出具司法建议，移交相关部门处理。不可能，不可能！老太太这是把自己作进去了，活该！当初把亲儿子赶上山的时候可没手软。夜兔刨出来的，萝卜坑里刨出鞋来。他反复刨地，是在告诉我挖出来的地方。后山的方向，萝卜田埋得不深，是他刨萝卜的时候翻出来的。这就是陈林当晚穿的那双鞋。爸爸，你蹲在那看什么？没什么，爸爸去镇上办点事儿，你在家等大爷爷过来。好。你确定这是陈林的鞋？确定，村里就他穿这个牌子的鞋，左脚鞋帮有个豁口，是他去年砍柴时划的。你看这里。确实，可光凭一只鞋也不能说明火就是他放的。鞋底这片油污跟火场里提取的残留物是一种东西，我找人问过，那是农用柴油混合机油。陈林的面包车一直加这种油，他车底漏油，修车铺都知道。你查得够细的。周警官，我不是要冤枉他。火场烧掉的是吴进才家的林子，我背了8万块的债。如果火是他放的，这债不该我还；如果火不是他放的，那我也认。但这只鞋不应该被忽略。喂，老张，你那边火场残留物的检测报告还在不在？对，有人提供了一只鞋底带油污的物证，你过来比对一下。陈进，我跟你说清楚，如果比对结果对不上，这就是一只普通旧鞋，你报假案的后果你自己清楚。如果对不上，我接受一切处理。油品成分比对结果出来了，怎么样？完全吻合，烧蚀程度、油品成分、添加剂比例是同一种油，而且鞋底还有轻微的烟灰附着，跟火场草木灰的成分也匹配。你弟弟这双鞋确实进过火场，那我那8万块可以不用背了。这个案子我们重新立案调查。陈进，这只鞋作为物证，我们需要留下。可以，需要我配合的，随时找我。陈林在不在？怎么了？接到镇派出所通知，请你现在跟我们走一趟。陈进同志向派出所提交了一份新物证，与你有关的放火案需要重新调查。什么物证？具体情况到所里再说。走吧。你们凭什么抓人？不是说结案了吗？只是协助调查，还没有抓人。但如果你阻碍执法，性质就变了。你们不能带我儿子走，不能！老太太，别妨碍公务。完了，这回真完了。你报的警？
他把鞋埋在后山，野兔刨萝卜的时候刨出来了。小林是你亲弟弟，大伯，当初他在我住的那棵大树下点火的时候，想过我是他亲哥吗？苦了你了。我不苦，妍妍吃饱穿暖，我有山货卖，有朋友帮我，日子在变好。听说了没？陈林被派出所带走了。可不是嘛，说是他哥找到证据报了警，说之前山上那场大火是陈进放的。我看这回陈林悬了，当初那场火烧的蹊跷，我就觉着不对劲儿。你们嚼什么舌根呢？我们家的事儿轮得到你们在这儿胡说八道？陈进那个白眼狼，自己亲弟弟都往死里整，他算什么东西？当初不是我们让他在山上落脚，他早就饿死在山沟里了。现在倒好，反咬一口，我呸！陈进就是个没良心的，他连亲妈都不要了，哈哈哈哈！哎呦，这麻雀成精了，学的跟他一个样。孙玉芳，你骂人的功夫连鸟都学会了，死鸟！叫什么叫？再叫我把你们全打下来！麻雀学他骂人喽！麻雀学他骂人喽！看什么看？都给我滚！听说了没？你家那弟媳妇儿在村口骂你，让麻雀学了去，全村都知道了。这麻雀倒是有灵性，可不是嘛！孙玉芳气得差点把房顶掀了，跑回家关着门再没出来。你那兄弟媳妇儿往后怕是连门都不敢出了。他是咎由自取。小林那边有消息没？派出上说还在查，鞋子已经送去鉴定了，等结果。要是真查出来是他放的火，该判判，该赔赔。大伯，我不是不讲情验的人，但他点火那天晚上，妍妍差点烧死在那棵树上。麻雀学人说话喽！孙玉芳骂人啦！这群贱鸟，还有那些看热闹的，都该死！小林还在派出所里蹲着呢，你倒好，在村口骂大街，让全村看笑话。我骂陈进怎么了？他不该骂吗？要不是他，小林能进去？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得想办法把小林弄出来。我弄？老太太，他是你儿子，你怎么不去弄？我一个老太太，我能有什么办法？办法？你去找你大儿子啊，让他撤案，跟派出所说鞋不是小林的。再说了，就算是小林的，那又怎么了？一双鞋能证明什么？老太太，我告诉你，现在只有2条路，要么你去找陈进，让他撤案，要么小林就得坐牢，你自己看着办。你来干什么？老大，妈求你一件事儿。求我？那鞋的事儿，你就当没看见行不行？撤案吧，别让小林坐牢，妈求你了。陈林在我睡觉的树下点火的时候，妍妍差点被烧死的时候，你在哪儿？
我不是报复他，我是要一个公道。那是你亲弟弟，我也是你亲儿子，可你从来没站在我这边过。回去吧，风大。手机？谁的手机？靖哥，你找我？你懂这个？看看还能不能读出里面的东西。靖哥，你看这个。靖哥，这是孙玉芳的手机。这个交给派出所，陈林纵火的动机就板上钉钉了。走，去派出所。陈林，你认识这个吗？这是哪儿来的？你大哥送来的。孙玉芳的手机掉了，被人捡到，里面有这张截图。你跟你媳妇商量怎么把你大哥赶上山，这是你发的吧？加上这只鞋，鞋底油污跟火场残留物完全匹配。陈林，你不是一时冲动，你是提前计划好的。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我全说。火是我放的，我本来只想烧了他的树窝，把他赶走，没想到烧了吴家的林子。陈进，你弟坐牢了，你高兴了？孙玉芳，你去年秋天在旧屋那边掉了一部手机，现在那部手机在我手里，交给了派出所。你跟你男人商量怎么把我赶上山的那段对话，派出所也拿到了。那手机怎么会在你手里？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做了坏事，老天都会惩罚你们。孙玉芳，我们依法对你家进行搜查，请你配合。搜什么？我犯什么法了？陈林涉嫌放火一案，我们找到一只打火机，经鉴定，上面有陈林的指纹和火场油污残留。根据线索，这只打火机在案发后被你藏了起来。我没有，什么打火机？我不知道。在这里。孙玉芳，这只打火机你怎么解释？是陈林藏的，我不知道。你发现陈林藏了这只打火机，没有上交，也没有报警，这已经构成包庇。听说了没？孙玉芳也被抓了，包庇罪。还有那老太太知情不告，听说也要处理。老大，你可真绝情啊！爸爸，你在想什么？没什么。奶奶会坐牢吗？他不会坐牢，但他得为自己的选择担责任。什么是担责任？就是做错了事，
别人不再相信你了。嗯。过来吧。你来的正好，案子的处理结果刚下来，陈林放火罪成立。考虑到他主动认罪，加上吴进福那边没有追究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判了3年。孙玉芳包庇罪判了10个月，缓刑1年。你妈知情不报，情节较轻，处以行政拘留10天，罚款1000。你妈那边拘留所会通知家属去接，你去不去？我会让我大伯去接。他出来以后，安祝福那边我已经跟村委打过招呼了，给他留了一间。行，你心里有数就好。乌鸦让我下山去看看，这是让我去看什么？黑色轿车，面生的人，这是在打听山上的事儿。你来啦，正好昨天那批白松露全出了，2个老客户抢着要，价格比预期还高了点。苏姐，我问你个事儿，最近有没有外地人来镇上打听山货的事儿？你怎么知道的？昨天下午有个男人来店里转了一圈，东看西看的，问我货从哪儿收的。我说山上采的。他问哪片山，我说这是商业机密。长什么样？40来后，瘦高个儿，穿一件深蓝色夹克，说话带点省城那边的口音。他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往咱们这铺子看了好几眼。我在山上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村口，跟村里几个闲汉说话，还往山上指。你怀疑是来踩点的？不好说，但我总觉着咱们的货卖得太好了，有人眼红。那咱们得提前想好对策。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销路，是货源。万一有人抢在你前头把那些山采了，或者故意使坏封路，咱们就被动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们得商量出个办法。说说你的想法。麻雀说有急事，我家里有事，得回去一趟。怎么才来就走了？回来了，你妈明天出来，我去接。安置房那边我都收拾好了，被子铺了，锅碗瓢盆也备了。大伯，辛苦你跑一趟。不为别的，好歹一条人命。他以后一个人住安置房，不跟小林掺和，也不跟孙玉芳掺和，清清静静的，对他未必是坏事儿。你在想什么？大伯，我今天在山下看见一辆外地车，有人在村里打听山货的事儿。什么人？面生的，我怕有人盯上我们这边的货了。你日子刚过顺一点，别让人把这锅粥搅了。有什么要帮忙的，你跟我说，别的我帮不上，给你看着点山下动静还是行的。大伯，我心里有数，你平时多留意一下村口生面孔就行。这个容易，咱们这片山头的好东西不能便宜了外人。爸爸，你还不睡？你先睡，爸爸坐一会儿。爸爸，你今天看起来不太开心，在想奶奶的事吗？那你原谅奶奶了吗？我不会原谅她，但爸爸在想一个道理：有些人不值得原谅，但值得被放过。只要他别再找事，我可以不再跟他们计较。
那辆黑车又来了，停了一上午了。车里几个人？就2个，一个穿夹克的下来跟老六他们说了半天话，还给老六递了根烟。乌鸦说，小卖部那边的人对山上感兴趣。地上有水，乌鸦在说水，他们打听了水源。那片山林的水源是产白松露的关键。靖哥，你看什么呢？文涛，回头你帮我去问问老六，那个夹克男是不是打听过山里哪片地方有水源？哦，我这就去。老六说了，那夹克男确实打听水源了，问山里哪片林子靠近溪水，还问有没有人管。知道了。你就不担心他们打听水源，万一在水源上动手脚，你那片松露地就废了？不是万一，他们肯定会动手，所以我要在他们动手之前做好准备。林总，听说你最近又挖到好东西了，芽蜜、籽汁。陈进，你可真是一点都不闲着。消息传得够快的，样品还没晾干呢，你那边就知道了。我要是连你采了什么都不知道，还做什么醉香楼总经理？这样，你把新样品寄几份过来，我让主厨试菜，价格按顶型走，我这儿不压你价。还有一件事儿，你说。你最近进货的时候多留个心眼儿。我在县城这边听到点风声，有人在外面打听咱们这片山区的货源，还问到了醉香楼门口，我没搭理，但保不齐他们会直接摸到你山上去。你那边能打听出是什么人吗？姓马，叫马德胜，省城那边的。他专做倒货生意，不是自己采，是找准了货主劫货源压价抢盗。他最近在县城一带活动，专门打听高端的菌类和药材货源。你已经被他盯上了。他什么来路？生意场上走偏门起家的，前几年在临县用包销的名义骗了3家山货商的钱，被起诉过，但最后证据不足没判。这人路子野，手底下有人，你别跟他硬碰。他要是到你山上来，你别正面冲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帮你找人摆平。林总，你帮我的够多了。你跟我客气什么？你当初那批黑松露，要不是你直接送进后厨，醉香楼这几年哪来的招牌菜？咱们这是互相成全。记住了，马德胜这个人别碰，有事我挡。好，我知道了。你那边有什么变动，随时打我电话。马德胜，我记住你了。兰兰，进来坐。我今天去镇上买了2块棉布，给妍妍做了条小裙子，你看看合不合适？你做的？量了妍妍上次穿的衣服的尺寸，应该差不多。妍妍，来试试。谢谢兰兰姐。这松鼠不认鲜啊！他大概觉得这个家以后人多了。靖哥，你到底是怎么找到那些松露地儿的？我跟你说实话，别人走10天半个月也找不着。你跟着走就行。严哥是在给我引路。文涛，你听到了吗？水声，那边有瀑布。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野生石耳，石壁上的东西，这一片少说能采7、8斤干货，又是个新货。谢了。靖哥，你把我整懵了。松露、紫鸡、牙蜜、石耳，还有什么？你是一个接一个往外掏。你这山里还有什么？还多着呢，慢慢来，不急。文涛，你来看，这是被人刨过的，谁在这乱翻？不是翻山货的人，翻山货的不会动这种土层。这里不长菌子，这是在找别的东西。有人来过这片坡地，而且就在这2天。是那个夹克男。走吧，下山再说。石耳，这个在药材铺子能卖到200多一斤，而且是紧俏货。你这趟收获不小。苏姐，有人在我们那片山翻东西了。坡地上的草皮被人动过，老茶树的枝条被掰断了。不是采山货的人干的，是找东西的。而且就是这2、3天的事儿。我也有事儿跟你说。昨天又有人来店里了，问咱们的菌子是从哪片林子收的。我不说，那个人还拍桌子了。还拍桌子？什么人这么嚣张？一个瘦高个，穿夹克，说话带省城口音，我把他赶出去了。但他走的时候在门口骂了一句：“一个小破店，别给脸不要脸。”苏姐，接下来你不要单独在店里待到太晚，有什么不寻常的动静，随时给我打电话。那你呢？我住山上，跑不了。他们要来，我等着。我白天在村口看见那辆黑车了，不是停在小卖部门口，是直接开到你们上山那条路的路口，停了好一会儿。车里的人下来，走到路口往里看，站着看了4、5分钟才走。大伯，你说他们这是要干什么？能干什么？看好地方了，准备下手了呗。外头来的心狠手辣，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我知道，我没不当回事儿。这手套，我没记错的话，今天下午那夹克男手上戴的就是这个色儿的。大伯，你先别跟别人说。你放心，那你打算怎么办？我要先知道他们到底想从山里拿什么。马德胜这个人，我昨天又找县城同行打听了一圈，他惯用的套路是先找水源，在水里动手脚，让货主的菌子长不出来或者品相变差，等货主慌了再低价收走。在水里动手脚？怎么动手脚？往上游倒药，倒石灰，甚至倒废油，不搞死但搞残。他没有动上面那片白松露林的水源。那片林子我在盯着，每天都看。那是为什么？他在找别的东西，翻山坡掰茶树，进山路口停了半小时不走，不是要找已经有的，是要找还没被发现的。那你得比他先找到。
我跟你想的一样。上游支流那边有问题，上去看看。石灰？什么？有人往这条支流里倒了石灰，量不大，但足够让这一段水里的东西死了大半。文涛，拍个照。3天内到的，他们已经动手了。靖哥，你说他们倒石灰，图什么？那片支流不经过白松露那片林子呀？他们不知道那片白松露在哪儿，他们以为把所有可能产菌的水源都毁一遍，我自然就慌了，就会主动去找新水源，然后他们就可以跟着我找到我的核心产区。你是说，他们倒石灰不是为了搞死菌子，是为了引你自己暴露？对，所以他们倒的量不大，留有余地，让我还能缓过来。他们要的是我急，我慌，我乱跑，我跑，他们就能跟着跑。既然他们动了手，那就别怪我也动手了。我熬了点野藕汤，我看你今天进山一整天了。进来坐。你今天怎么了？我今天路过村口，村里有人看见外头的人往山上在说，好几个人天没亮就进山了，我不放心。兰兰，你以后别一个人走夜路。我不怕。我怕。你回去之后，把院门锁好，有什么动静，喊人。靖哥，汤趁热喝。怎么这个点打来？有人在我山里的水源倒了石灰，我采集了样本，拍了照片，还捡到一只装石灰的空编织袋和一个烟头。你确定？确定。位置在支流上游，3天内的事儿。你在哪儿？别动现场，我明天一早就派人上去取样。你那边的样本先别交给镇上的任何人，等我的人来了再说。好，还有一个事儿，我怀疑他们倒石灰不是为了毁菌子，是为了引我找新水源，跟着我找到核心产区。你比我想的还精，那就更别打草惊蛇。他们以为你在明，他们在暗，那你就在明。该进山进山，该采货采货，该慌的时候装也要装出慌的样子来。林总，谢了。谢我干什么？要是让人把山毁了，我可就亏大了。陈先生，样本我取了3份，1份留你这儿，石灰含量和倾倒时间3天内能出结果。这个一并带走，上面可能有指纹。我尽量，有结果第一时间联系你。靖哥，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咱们正常进山，正常采货。该找新地方找新地方。你是要演戏给他们看？文涛，今天往西边的山沟走。游隼平时很少见，
他反复盘旋，偏身朝一个方向，那个方向有东西。野生天麻，我的天，靖哥，这又是什么？天麻，药材，比松露还稳当的买卖。你不采？今天不采，今天就是来找的。哟，靖哥、许哥，你们这是进山转了一整天啊？找找新地方，老地方没货了。没货了？那批松露不是挺好的吗？不好找，今天白跑一趟，什么都没采到。靖哥，老六那眼神不对，他这是替人盯梢的。我知道，今天就是让他看的。你白天演的那出戏，老六肯定报给那边了。他们明天应该会动。如果你这边慌了，他们就会趁乱伸手。让他们动，动了，我才能抓到证据。靖哥，这鸟怎么一直瞅咱们？不是瞅咱们，是瞅外面。今晚别回去了，屋里凑合一宿。好。你说昨晚有人来过？谢了。到门口站了没进来，又退回去了，这是来踩点的。今晚他们应该还会来。白天有了老六报信，夜里又踩了点儿，下一步就是动手。那咱们怎么办？等，我在屋里，你睡里间。他们如果进屋，你别出声，我会录下来。这玩意儿不是普通人用的，应该是从昨晚来的人身上掉的。靖哥，这要是他们联络用的，被咱们捡了，那边不就断了？断了才好，断了，他们就会派人直接来。我要的就是这个。来了，找什么？既然来了，进来坐，别在门口站着。陈老板，有人托我们给你带句话，你那片山该换人管了，识趣的话自己把地方让出来，省得大家麻烦。你知道我这座山上有多少好东西吗？你老板要是真有诚意，让他自己来跟我谈，派你们俩来不够格。陈进，别给脸不要脸，回去告诉马德任，我在山上等他，他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跟他谈。今晚你们两个就当没来过。录上了吗？你那片山该换人管了。
录上了，下一回就是马德正亲自来了。你那片山该换人管了。你让他们进屋了？对，你疯了？我没疯，我让他们进来，是让他们知道，我知道他们是谁，我不怕他们。万一他们动手呢？你屋里还有妍妍，万一吵醒他怎么办？妍妍我提前送大伯那儿了，我没让他在屋里。陆一，你打算怎么办？交给林红，她能处理。陈进，你一个人扛太多了。马德胜的人昨晚到我屋里来了，我录了音，他们提到了马德胜的名字。你让他们进了屋？是我让他们进的，录音很清楚，对方说了回去告诉马德胜。有这个录音，你那边就能名正言顺地动他了。录音你留着，别给任何人，这件事我来处理。马德胜在县城市场里不是没有把柄，只是之前没人敢递刀子，你给了我一把刀，能递就行。那就好，你自己也小心点儿，下次别让自己进屋当诱饵了。马德胜，你还有多久才来？靖哥，怎么不走了？别急，松鼠也是朝左边甩尾巴，难道左边有什么事情？有人进山了，就在今天早上。马德树的人，他们没往核心区走，往西边天麻文地的方向去了。他们知道天麻文地了。走，跟上去看看。靖哥，那是马德胜。是他。山里的朋友，别躲了，出来见见。陈老板，我猜就是你。今天我亲自来见你，是想给你一个面子。你把这片山交出来，我给你一笔钱，你带着闺女换个地方过活，价钱好商量。马老板，你这话说反了。这片山不是我的，我也不是来跟你谈买卖的。你在我山里的水源倒了石灰，你的人昨天晚上进了我的屋。这两件事，咱们先算清楚了再聊别的。那就是没得谈了。有的谈。你撤走你的人，别碰这片山。我不会追究你倒石灰和昨晚的事，这是最后一次退让。行，那就走着看吧。陈老板，这山里的好东西，你守不住。靖哥，他这是要撕破脸了，他下一步肯定是动手，咱们就干等着。不等，回去以后把天麻屋地的位置画个图，我去找林总商量。马德胜之前在临县的合同欺骗案，当年证据不足没判下来，但最近有2个当年的受害商家愿意重新作证。我还查到一个事儿，马德胜在外面欠了高利贷，数目不小，他翻过年就要还第一笔，大几十万，
他没有时间慢慢磨了。所以他毁掉水源，不是为了抢货，是赌一把。对，他逼着你暴露出所有挖山货的地方。为了还债，他可以废掉一整条溪。林总，这个人不能让他跑了。他坏了事，拍拍屁股就走，留下这条溪变成死水。他跑不了。你手里的石灰样本、录音，加上被他毁掉的自然生态现场的照片，这些东西够立案了。环保局那边我明天一早就联系。陈进，这件事你别单独动了，交给我。好。你是陈进吧？这水怎么回事？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早上起来有股刺鼻的气味。我媳妇儿说煮出来的饭都有股怪味儿。是山上面有人倒了东西，我已经报警了。报警？报警有屁用！我们全村老小都喝这条溪的水。会不会是你采山货出的事儿？你自己不看好，现在流到我们这儿了。你放心，环保局的人马上就到了，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环保局的人已经取样了，水质检测显示水中石灰和化学添加剂严重超标，足够立案。另外，马德胜在城外的仓库租期到这个月底，他没有续金，他这是要干完就走。那什么时候抓他？快了，环保局的报告明天就能出来。公安那边我今天下午已经联系过了，你提供的化工桶、烟盒、石灰样本、录音全部都在物证清单上。明天一早，环保局和公安联合行动，先封仓库，再传唤马德生。你守着那座山，我总不能看着别人把它毁了。林总，这件事你费心了。过来看一下。这本子不是我的。这仓库的租金是谁付的？是马老板。马德胜，他在哪儿？昨晚就不见了。郑检，警官，我有急事儿，赶着去省城。你等一下。马德胜，下车！你涉嫌污染环境、破坏水源，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这些东西我们暂扣。抓到了，在高速入口人赃并获，车上搜出10几万现金，应该是准备跑路的。还有别的吗？环保局的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水质污染程度严重，证据链完整，账本、物证、人证全都有了，他至少3年起步。林总，谢谢你。你该谢谢你自己。抓到了。抓到了。林总，汇丰园那边的人又打电话来了，说想约您见面聊一下合作的事儿。推了，说我在忙。但他们那边说，如果醉香楼不跟他们合作，他们可能会考虑在我们这条街对面开一家新店。谁说的？一个自称周总的人说他们是省城来的，看中了我们这边的消费市场。这是在威胁我们醉香楼啊！
请问陈进在吗？我是，你是谁？我姓周，周永全，省城汇清源山货集团的副总经理。久仰你的名字，特地来拜访一下。省城的，跑这么远来找我，有事儿？想跟陈老板谈谈合作。你在这一带收的山货品质好，我们集团做高端山货供应链的，对品质很看重。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签一个长期收购协议，价格比你现在卖的市场价高20%，量不限，你采多少我们收多少。条件不错，但我现在的货有固定的合作方了，我没有换人的打算。我知道你的合作方是醉香楼林红林总，但我们做的是全品类的供应链，品类更多，渠道更广。陈老板，做生意讲究的是把路走宽，你只跟一家合作，万一哪天那边出了什么变动，你这边的货就断了销路了。我们汇丰源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渠道和市场，能给你兜底。我的货谁在卖，卖给谁，我自己心里有数。周总，你大老远跑一趟辛苦了，但我的路目前不想换。那行，陈老板再考虑考虑，等你想通了，随时打我电话。靖哥，这人开的价不低。开价不低，不代表是好事儿。他进门到现在，问都没问过我采的货品质怎么样，他能开出20%的溢价，说明他不靠货赚钱，他是靠把别人挤走来赚钱的。华丰源我知道，省城排前3的山货供应链公司，主要做商超和餐饮渠道的批量供货。他们在县里没有分店，但这几年一直在往县城渗透。他开价高我20%，不限量全包。他这是要断你的后路，先用高价把你骗进来，等你只供他一家了，再慢慢压你的价。到时候你已经没有别的渠道了，他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那靖哥刚才拒绝他是对的，但你拒绝了他，他不会就这么算了。他是做市场的，手里有资源有人脉，他要是真想挤你，用的手段会比马安彤体面得多，但效果一样要命。我知道，所以我得在他动手之前，先把路走得更稳。陈进，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那8万块钱，你打算拖到什么时候？货是陈林放的，他已经判了，他的赔偿款应该他来负责。你少拿这个说事儿。陈林在蹲大牢，还有钱还吗？他蹲3年出来屁都没有。你那棵树下烧起来的时候，你就住在那儿。你要是不在那儿住，陈林也不会去放火。这找不着你找谁？你这叫什么话？我在我自己找的地方住，我弟弟来放火烧我，你说是我的错？陈进，我们不管谁点的火，火是从你那片地上烧出去的，你认了就是你的债。我们不管谁坐牢，我们要拿到钱。你采那些山货卖了多少钱，我们不是不知道。法院判了，让陈林分期赔你们，我陈进多1分都不会再掏。你们要闹，去法院闹，在我这儿闹没用。你当谁不知道？你跟那个县城开饭店的女人签了合同，你每个月光卖山货就赚好几万，你有钱还债不还？你良心让狗吃了？我赚多少钱是我自己的事儿，你们的债找法院去。我说最后一次，再来我家闹，
我报警。你等着，不还钱，我们天天来，你别想过安生。下次再来我就报警。我提醒你们，寻衅滋事可是要蹲大牢的。现在法院判了让陈林赔钱，可他蹲大牢呢，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了，就算他出来，也是个穷光蛋，哪有钱赔咱们？那8万就打水漂了，咱们的林子白烧了。那还能怎么办？陈林在里头，陈进不认，咱们闹也闹了，你闹到人家院子里去，人家把判决书甩你脸上，你还能说什么？你记不记得孙玉芳以前说过一嘴，说他有个远房舅舅，还想把兰兰介绍给他。那个老头比我还大10几岁，那个人家有钱。孙玉芳说他在镇上有个院子，还有一间门面。那时候兰兰不乐意，但我当时留了个心眼儿，把孙玉芳说的联系方式记下来了。要不咱打个电话问问？万一兰兰不愿意呢？他愿意不愿意，不是他说了算的。他天天往陈进那儿跑，陈进连个像样的说法都没给过他。回头要是有了孩子，咱们养这么大个闺女，1分钱彩礼没见着，那才是真正竹篮打水一场空。还不如趁现在找个有钱人把她嫁出去，把彩礼钱先拿到手里才是最实在的。那你联系吧。15万彩礼，人我今天带走。你们家兰兰嫁过去，我保证以后吃穿不愁。我不嫁。爸妈都答应了。他们答应的，让他们嫁。你们闺女这个样子，我可没法带走，你们自己看着办。他给的钱够咱家活几年的。那姓陈的有钱是不假，可给过你吗？再说了，他还要养哥拖油瓶，你要是嫁过去就得当后妈，你愿意？他给过我什么？不用你管，我不嫁这个人。你不嫁也得嫁，你是我生的，我说了算。今天人家钱都带来了，就得跟人家走。别闹得太难看，跟我走，以后不会亏待你。住手！你是谁？我是来娶亲的，你管得着吗？人家给点钱，你们就把自己闺女卖了，你们算什么父母？连人都不算。跟兰兰情投意合，谁也别想分开。至于彩礼，我会给，但跟你们无关。你们把自己闺女当货卖，从今以后，这笔账兰兰不欠你们的，是你们欠兰兰的，这账不算完。我自己的闺女，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错了，兰兰是一个独立的人，你们为了钱把自己女儿卖了，这是贩卖人口。想逃，晚了。您好，我这里有人涉嫌贩卖人口，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是谁报的警？是我。涉嫌贩卖人口的是他们。对。你胡说！我们养他这么大，要彩礼怎么了？总比有些人白占便宜强。这是你的包。
这是彩礼钱。彩礼钱？你要娶谁？他想拿钱把我买走，我不答应。你拿钱要买走这个姑娘，她不同意，你这不叫彩礼，叫贩卖人口。我自己的闺女，我想让她嫁给谁就嫁给谁。你没有这个权利，你这是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你们属于贩卖人口的买卖双方，跟我们走一趟吧。你怪不怪我报警抓走了你爸妈？他们只把我当成换钱的公寓，从来没有当女儿。从今天起，我跟这个家没关系了。从今以后，我在哪儿，哪儿就是你的家。车上装的什么？山货、干菌子，运到县城去。你这批货没有检疫证明，按规定不能放行。检疫证明？我以前运了这么多回，从来没要过检疫证明。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回去补了手续再来。靖哥，出事了，山口设卡了，说我的货没有检疫证明，不让过。我认出来了，有个躲在一边的人。上次那个周永全的手下。文涛，你把那批货拉回来，放木屋里先存着，等这几天过了再说。那杨笃俊放不住啊，这2天不出货就老了。我知道，我去想别的办法。周永全在出山的路口设了卡，说是要检疫证明。许文涛送货被拦回来了。检疫证明的事儿我来解决，我让人明天给你送一份醉香楼吃具的长期供货协议和合格供应商证明，你把这2样放在车上。那要是他们不认呢？不认，你就原地报警，告他们非法拦路、滥用职权。好。这个章是现成的，我们要的是省级的，你这货不能过。省级的？我跑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要过省级的装。哼，昨天刚下的新规，你回去补了再来。往回开。靖哥，怎么办？昨天刚拿了县里的证明，今天他就生成省级的，他们就是故意的。我了解过管理部门，根本不需要省级证明。那怎么办？举报！你好，我想核实一件事儿。前几天我在这里办了县级检疫证明，当时确认过这是合规的，但有人在镇上设卡，说除了县级证明之外，还需要另一份省级证明才能放行，否则就是违反规定。我想问一下，这个省级证明是什么文件？我从没听说过。我们这边没有你说的这个省级证明的要求，你这个检疫证明就已经符合要求了，不需要额外条件。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谁跟你说的？有人在出山的路上设了卡，说以前查县级检疫证明，现在要省级行政批复，否则不放行。设卡？什么人设的卡？哪个部门？具体我也不清楚。他们在通往县城的出山路口拦车查获，以行政规定为由扣押合法运输的山货。我们农业局没有授权任何人设卡查获，你说的这个省级证明根本就不存在。如果有人以行政规定的名义拦路扣货，那不是在执行规定，是在冒充公职人员，建议你立即报案。我们发现有人冒充行政人员私设关卡，对，受害人来农业局举报的，还拿了假规定押人。我这边会写一份情况说明，
直接转交执法局。你把你遇到的情况、时间、地点、拦车的人说了什么话告诉我，我一起附上。好。跟我斗，陈进，你还嫩了点儿。周永全，开门，警察！周永全，你冒充公职人员私设关卡，伪造行政规定，现对你执行拘留调查。周永全的案子今天已经在程序上了，农业局那边认定他冒充公职人员私设关卡，伪造行政规定。汇丰园那边今天也发了正式声明，说周永全所有行为与公司无关，他已被开除。你那边路上应该不会再有人拦了。卡口的人呢？在查，设卡的几个人已经被传唤了。这件事从设卡到举报到抓人，前后没超过5天。你能把路走通，是因为你没跟着他的节奏走，你走了另一条路。陈进，你让我刮目相看。要是没有林总的支持，我哪有这个底气？你就别谦虚了，如果不是你的合作伙伴，我还真有点怕你呢。这是在向我求救。别怕，我来救你。好了，没事了。后山有人偷猎，在里面下了夹子。靖哥，这集子你从哪儿弄来的？昨晚他拖着一只铁夹子跑到院墙外面，后山有人下了捕兽夹。捕兽夹那玩意儿不是禁了好几年了吗？禁了不代表没人用，而且这是老式铁夹，不是新买的。能用这种夹子的人，要么是老的猎人转行了，要么就是外地来的偷猎者。你打算怎么办？他受伤跑了一整夜才到我门口，是有原因的。我要去后山看看。我跟你一起去。往左边拐。你怎么知道？有声音指引着我。这个位置是动物们常走的道，下夹子的人知道他们从这儿过。不止一个。不止，一路上都有。先回去，走完这片林子，我得知道是谁放的。这种夹子，咱们村老猎人早就没人用了，10几年前就没见过了。那村里现在还有谁会用这种夹子？老六他爹以前打过猎，家里可能还有剩的，但老六自己不会用。他要是放夹子，得有人教。把夹子放得这么密，位置认得这么准，不是老六，是有人带着他干的。你是说，有人进山偷猎？
果然有人来偷猎。金哥，找我有事儿。你昨天在后山干什么了？我没干什么。你带着一个外地人在后山放捕兽夹，我找到了5只，还有1只夹到了1只鸡肉，他跑到我院子里了。金哥，我也是缺钱，那人说帮我卖。谁带你进来的？一个姓高的，说是从省城那边山友过来的，收野货。他说夹子他来放，货他来收，分我一份。他今晚还来吗？说好了，今晚还来收货。你带他去山上收货，到了地方你走。来了。别动，袋子放地上，手举起来。你报的警？是。明天你到所里做个笔录。听说了没？老六带着外地人进山放夹子，被陈进报的警，派出所把他叫去问话，昨晚才放回来。那外地人被抓了？抓了，夹子和野货都收了。老六就是带路的，没上手，警告了一顿就放了。陈进，后山那些夹子都清干净了？清了。有人是吗？叫几个人带上手电，从屋后绕到我院门口来。有人在外面。文涛，报警！那2个是从临县过来的，跟上次被抓的那个姓高的是一伙人。他们说你举报了他们的生意，想来烧你的院子。油桶里的柴油够点着你的木屋了，你怎么发现他们的？听见外面有动静，起来看了一眼。行，你签个字，后续如果需要再找你配合。你这一片山最近事儿不少，自己多注意。知道。谢谢。那松鼠今天没上梁，那松鼠看了一眼就走了，意思是都好了。过2天把门窗装好，就能住了。
松鼠这样反复搬东西，放下又叼走，是在抢时间搬家。大雨，这片土快透了，要是再来一场大雨，整片坡就会往下滑。靖哥，你找什么？上面那片坡的土松了，再来一场大雨，泥水会直接冲下来。那咱们新盖的屋来得及，在屋后挖一道截水头，把山上下来的水引到旁边那条干沟里去。白天猫头鹰一般不叫，现在叫跟松鼠搬家的方向一样，是在告诉我上面的水快下来了。那我回去拿锹，多叫几个人，天黑前得挖通。靖哥，还要挖多深？再挖1超深，上游那段要能兜住水往下引。再晚1个小时，咱们这屋子就要被淹了。靖哥，你真神！这么快就盖好了？是啊，欢迎你们过来，下次就可以住新屋了。你就是吴兰兰。你可得好好对人家，不然我饶不了你。放心吧，你们人多势众，我可惹不起。孙玉芳舅舅的案子已经定了，绑架未遂加限制人身自由3年。吴进凡2口子协助犯罪，各自判了1年半，他们不会再缠着你了。谢谢你告诉我，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妍妍，这是给你的。谢谢叔叔。听说你要调到省城了？是啊，集团要扩大业务，在省城开连锁分店，我要过去坐镇。什么时候走？明天。省城的车票已经订了，我可告诉你，等我去了省城，你得那些山货还得优先供应我。当心吧，我保证。还有，陈进，你要好好守着这座山。放心吧，我会好好守着。靖哥，听说你那片山现在出货挺稳的，咱们能不能跟着采？我认得菌子，不会乱挖。我也是，前2天去林子里转了一圈，看见几片坡地跟你采的那些挺像，但我不敢认，想让你帮忙看看。明天上午来木屋，我给你们看样品。先说好规矩：不采幼苗，不挖绝户，不在水源边作业。行。靖哥，他们愿意跟，人手就够用了。我知道你的意思，小山雀，我不会再让人毁坏咱们这片山。
山也任他，鸟也任他。